贴纸的，我知道。没有，不是 A 雕。哦，因为那时候在喝酒那边。massage。它那不是完全烟熏的吗？人家偷师傅了。它不是抓烟。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买完这个，我坚持要去买 HTC 的黑米彩，然后就是泡。它这个脚的材质不一样。海藻它那个很强。然后先讲。那个量杯，那边切了。我们买那个鲑鱼也是。而且上次李大哥要做拉面要。
欢迎回到这一次的贝尔风格露营。那我这一次搭的是 Snow Peak 新出的，也就是2023年全新款式的入门款 Land Nest 系列。那这个系列的话，其实它是分成天幕跟我们的寝室帐这2个部分。那其实我自己在看来啦，它应该算是一个小型的隧道帐，再搭配一个天幕组合。那其实 Snow Peak 它在日本发布这个全新系列的时候，我看到它的配色，我就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它这次的配色就是有别于过往的 Entry 系列，那也跟 Pro 系列不太一样。这一次的颜色大概是有点落在沙色、灰色跟咖啡色的一个混合体，然后在不同的光源下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表现。那这一次 Snow Peak 除了在颜色上面非常吸引我之外，其实在价格上面也是非常之吸引人的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天看到他们发售的时候写的那个价格，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单一可能是天幕或者是单一帐篷的一个价格。整个天幕组下来，官方的价格是22,300块。那是后面的这个小型隧道帐，加上天幕，再加上2根铁的银柱，所以其实完全可以感觉到 Snow Peak 它在2023年这一次，它想要重新引领整个入门级款式帐篷的一个走向。那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帐篷上面设计，其实野心非常的大。接下来的话，就让 Bell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小型隧道的寝室空间，以及在天幕下的空间。那因为我这次是一个人出来，所以我平常习惯的话，其实我不太搭内帐，因为其实以帐篷来讲，搭了内帐以后，整个里面的活动空间会变很小。Snow Peak 它这一次的 Land Nest 也非常的佛心。它的内帐是全部都有附的，因为它这次隧道帐是采用对称的设计，所以在整个搭设我觉得很方便。你只要先把帐篷先搭起来，然后后续再去做这个位置的调整就可以了。它如果今天有挂内帐的话，大概内帐会挂到一半，也就是正中央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搭内帐，我的活动空间就会只剩下外边的天幕跟里面一半左右的一个空间。这一顶帐篷其实我觉得它的几个特点，第一个它很好搭，因为它的中柱其实最下面是一个 A 字形，所以只要搭起来的话，它就可以直接自立起来。在整个空间利用上面，其实它的长度我觉得是非常够。像我现在整个里面，我现在是搭了一张行军床，然后这边摆了一些装饰啊，跟我的一些这个储物的箱子，可以感受到它的整个空间是非常的宽敞的。我觉得唯一一个比较可惜的缺点就是我的身高大概是177左右，那我在里面是没有办法站直的。女生可能会好一点，就是如果大概身高在170或是170以下，其实是属于可以站直的状态。那有些人可能在挑选帐篷的时候是不喜欢弯腰的，但是我觉得以一个22,300块含天幕整个隧道帐组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整个高度设计已经是非常的舒服，包含它里面空间的利用都非常棒。说为什么这一次这顶帐篷让我非常惊艳的地方，那就是它竟然有纱窗，有透气孔。如果大家对 Snow Peak 很熟悉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 Snow Peak 的纱窗跟透气孔基本上只在他们的 Pro 系列里面才会有的。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次 Snow Peak 的纱窗设计吧。千盼万盼 ，Snow Peak 终于在入门的款式里面加入了纱窗设计。不然，其实 Snow Peak 像他们之前的001到003这个系列，其实一直被大家诟病的就是夏天实在是太热了，根本就没办法在里面使用。那他们是曾经有出过一个台湾特别版的，就是有小纱窗的一个设计，但是那个毕竟不是常态，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版本，我觉得加入整个大纱窗的设计是非常棒的。至少在有风的天气下面，整个帐内的空气是非常流动的。那也就是它就是一个相对的，我可以几乎变成一个四季帐。那唯一最让人的一个小遗憾就是它没有雪裙。那我相信 Snow Peak 还是想把雪裙这个功能放在它的高阶款式，也就是 Pro 系列。那也确实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等级上的一个差距。那我觉得2023年新手想露营，或是想入手第一顶隧道帐或是天幕帐的话，我绝对会超级无敌推 Snow Peak 的 Land Nest 系列，因为它其实完全可以 cover 台湾1年4季
的这种露营气候。那我夏天我其实就可以尽量待在天幕底下。那我冬天的话，天幕下面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但是如果实在是天气实在太冷的时候，我至少还有一个帐内空间可以待着，然后可以就是放暖炉，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热循环的一个空间，来度过寒冷的天气。可能像外面可能现在是0度，那亦或者说现在外面在下大雨，那因为它的天幕跟它的帐篷的一个连接处其实也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所以它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宽敞可用空间，尤其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像雨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。所以 Snow Peak 这一次天幕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。它其实把天幕跟整个帐篷的一个结合处，我觉得设计得非常好。那它其实还有一个更酷的一个功能，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天幕配一顶寝室帐，但是如果说今天家庭人数多一点，或者是有朋友也买同一顶帐篷，它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在另外一边，我可以再放上一顶 Land Nest 的这个寝室帐。那它就可以形成很完美的2房一个客厅，所以它这一顶天幕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它这个弧形的凹槽，其实完全就是为了它 Land Nest 的这个帐篷的这个门口去设计的。那大家应该有发现，贝尔这次几乎所有的装备，大装备啦，都是 Snow Peak 的产品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Snow Peak 它在设计产品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考虑到的事情。他们就是所谓的一个 Snow Peak 的一个精神吧，他会把所有的产品，每一个产品跟每个产品之间的关联性，他会去考量到。例如，我现在前面这张使用的 IGT Slim。那它的一个样式，其实它是可以跟单位桌样子上面去做一个搭配。虽然说 IG Slim 它没办法做扩充，可是它在样式上面，它跟其他的 IG 产品放在一起是非常的合宜的，包含在颜色的配色上面，它全部都会做一个考量。1单位展板跟刀子，2单位的一个雪峰纪限量的黑色的 IGT 框。再加上他们的灯柱，然后我现在做的是低背的 low chair。你只要用了 Snow Peak 的其中一个产品，你很多东西都会买 Snow Peak。如果以我自己来看的话，我觉得 Land Nest 这个入门帐的话，它应该可以再成为帐篷界的一个这个非常爆红的一个款式。以新手来讲，它真的是超级无敌新手友善，好搭，该给的全部都有给。Snow Peak 的这个 Land Nest 其实它就真的很棒，它基本上考量到了一个新手，它第一个它所购买装备上面不可能太多，所以 Land Nest 赋予了几乎是台湾1年4季以及各种气候下都可以 cover 掉的一个这个整个设计。天幕跟隧道帐的一个连接，可以让我在下雨天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空间。然后加上它是蝶形的设计，所以一边会遮下来，其实雨水其实不太容易打进来。本身的寝室帐又是一个隧道帐的设计，所以我在秋冬的时候。气温更低的时候，我是可以躲到帐篷里面去，然后在里面开暖炉。当然，在帐篷内开暖炉，请记得务必要做好通风，以免发生遗憾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介绍 Land Nest 的一个内容，我们就讲到这边。那大家如果对于这顶帐篷有什么问题，还想要问 Bill 的话，欢迎在我的 Facebook、YouTube 或是我的 IG 底下留言。那 IG 跟 Facebook 的话，可以私讯我。那我这边的话会再去跟大家一一的解释我这次使用上的一个心得。最后不要忘记了，请对贝尔风格露营的 YouTube Channel 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也麻烦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好，谢谢，我是 Bill， 那我们下次营地见，拜拜。味道够，够，光在那边闻都闻得到。很可以耶，这个可以。可以鸟蛋吗？香。我看它鸟蛋香。好，这个大家都下次就是再去洗手台了。
本上 Ocam 的球脚就可以用。